Korea was liberated but placed under an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It was divided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前几期讲过为什么古地图里的加州被划成一座岛，也分析了为什么台湾被划成3座岛的由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地图故事，那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今天的朝鲜半岛也被欧洲人划成一座岛。这是葡萄牙地图师 Leopold Homing 在1554年绘制的世界地图，这里是台湾，这里是冲绳，然后这里是今天的日本和朝鲜半岛。你可以看到16世纪中叶时，日本和朝鲜基本上被划成诸多破碎的群岛。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当时的葡萄牙人对这2块地方几乎一无所知。在绘制这份地图时，葡萄牙人可能根本没到过朝鲜或日本，而是依靠地方上的情报画出来的。但由于葡萄牙人持续在东亚海域探索，这片认知空白很快就得到填。这份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份将日本和朝鲜画出来的地图，绘制于1619年，由荷兰地理学家Joodocus Hondius 出版。这份地图依靠的地理情报应该是耶稣会士 Louis Tesela 所绘制的日本地图手稿。Tesela 从来没去过远东，但他应该掌握了在日本耶稣会士提供的地理信息与翻译过的日文资料。建立在这些基础上面，他绘制了欧洲人第一份日本地图。你可以看到，比起50年前 Leopold Homing 的地图而言，这份地图对日本的描绘强太多了。但是我们把目光看到左边，这里标记 Korea， 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居然被划成一座独立于东亚大陆的岛屿。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会觉得朝鲜是一座岛呢？不同于加州被划成一座岛的案例，有大量的文献能考证，还原整个故事。在朝鲜被划成一座岛的例子里，历史学家没有太多资料能参考。事实上，很快在1594年，荷兰神父，同时也是地理学家的 Petrus Plancius 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朝鲜就不被划成一座岛了。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份地图，可以看到地图的极南处标注的不是今天的南极，而是 Magellanica 与 Terra Australis， 也是中文所称的麦哲伦大陆或南方大陆。我们往东亚方向看，可以看到经过北回归线的台湾岛被划成了3座岛，而且标记的名字不是福尔摩沙，而是小琉球。所以今天有人说欧洲人只叫台湾为福尔摩沙，基本上是违反历史事实、一厢情愿的说法。再往北一点，我们看到 Korea。虽然形状不太符合我们今天的眼光，还是细长条状的样子，但注意到这边，这幅地图已经修正了上一幅Hondius根据16世纪中叶葡萄牙情报所绘的朝鲜岛，正确的将朝鲜画成了连接中国大陆的半岛。50多年后，到了1655年，荷兰地图师 John Blau 出版了一份日本与朝鲜的地图，更是将朝鲜半岛的形状画得更加精确。Blau 根据的是 Martino Martini 中文习惯称为魏匡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第一手资讯。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明末清初的历史的话，大概率会听过魏匡国的鞑靼战绩。他在中国时经历了明清之战，目睹并写下满洲人的残暴行为。但除此之外，他也对地理学、地图学十分感兴趣。他的诸多地理纪略成为当时欧洲地理学家一定要读的资料。Martini 与很多中国地图学家合作，所以吸收了大量中国较为精确的地理知识，所以 Blau 才能画出符合事实的朝鲜半岛。但你以为从此之后，欧洲地图就把朝鲜画成半岛了吗？答案是没有。这是2年后，1657年，同样也出版于荷兰的地图，可以看到朝鲜又变成一座岛。这是隔1年，1658年出版，你看还是把朝鲜画成一座岛。到底为什么朝鲜会被认作一座岛呢？当代学者推测，很有可能是因为欧洲传教士读错了日本和中国的地理资讯，所以导致后面一连串的错误。我可以同意这项观点，但我认为从一开始欧洲人之所以把朝鲜画成独立于东亚大陆的一座岛，应该是出于其他原因。还记得本频道曾经探讨过台湾为什么被划成3座岛吗？我不同意流行的看法说，因为台湾的河流出海口很大，葡萄牙人误认为海峡。台湾河流的出海口其实相较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出海口来说，实在非常小。但在朝鲜半岛的例子中，它之所以被划成一座岛，很有可能是因为河流出海口过大而被误认为海峡。我们来看看这份由美国 CIA 出版的朝鲜半岛的地图。当时欧洲人来到这片海域，也不敢随便登岸，因为当时李氏朝鲜奉行锁国政策，如果外来人被抓了，
重则丧失性命，轻则监禁。事实上，1653年有个荷兰船员名叫 Hendrik Hamel， 他因为船队失事，漂流到今天韩国的济州岛，然后被朝鲜政府软禁了13年之久，直到1666年才偷跑到日本，辗转回到欧洲。Hamel 回到欧洲后，出版了一部回忆录，记录那13年囚禁在朝鲜的历程。我们可以想象，有更多的人没机会逃出来，所以在这么多例子在前，欧洲水手也不会随便登岸。毕竟，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赚钱。朝鲜不跟我做，那我跟日本和中国做总行了吧？所以多半到这个海域的人是为了寻找更方便能与中国贸易的地方，因而他们通常会来到朝鲜湾与靠近大陆的日本海。但当他们来到这里，他们眼前所见的会是什么景象呢？如果你从这里进来，你看到的会是浩大的鸭绿江口；如果你从日本海进来，你会看到偌大的图门江口。这2条江相当巨大，而且非常的长。不管是从鸭绿江，亦或是图门江进去，都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才能到最上游，也就是长白山脉。在四处都是敵人、环境不熟悉的情况下，比起台湾的小溪，欧洲探险家更有可能把鸭绿江和图门江搞错成海峡。이성계는 압록강을 건너지 않을 것이다. 以上都是我的推测，绝非定论。直到有更多欧洲方面的史料出土前，历史学家也只能试着做出最合理的推断。事实上，在1737年，法国地图学家 Don Villa 出版了东亚地图后，欧洲的权威机构就大概了解了朝鲜，因为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康熙皇语全览图做成了，而朝鲜半岛的地理情况也透过这份地图和参与绘制的耶稣会士传回了欧洲。Don Villa 的这份地图就在这个背景下做成。然而，由于当时朝鲜的封闭性，朝鲜被划成一座岛的情况，到了18世纪仍然屡见不鲜。从这个角度来想，所有的信息不是正确就可以了，看似矛盾不实的信息也可以存留很久很久。关键是还必须让人深切感受到其重要性，真相才可能会变成 matters。